你知道吗？人的相貌一定隐藏着因果，它记录着你经历的事儿，你读过的书，你爱过的人，你走过的路。所以相貌隐藏的第一个秘密就是心态。你可以把自己10岁开始的照片拿出来比对一下，变化会非常的大。这种变化是心理的反射刻在你的脸上，有的人变得雕像，有的人变得贵相，有人变得凶相，也有人变得福相。有一句话叫有深爱者必有和气，有和气者必有愉色，有愉色必有婉容。心态不同，所以面容也会不同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经历。相貌隐藏着经历，性格写在嘴角，幸福呢藏在眼角。你这些年有怎样的经历，都会通过你的言行举止透露出来。那些经历丰富的人呢，举手投足都是强大的气场。碌碌无为的人，一言一行都是抱怨。第三个就是藏着自律。经常锻炼的人，面色红润，精神抖擞。那些生活杂乱无序的人，两眼无神，容颜憔悴。所以越自律越能够靠近幸福。记住，相貌里藏着经历，实力里藏着努力，福报里藏着善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白手起家，都是从零开始。你要记住，你今天所收获的一切财富、名誉、地位、幸福的婚姻，都是跟你祖上积累阴德有关的。很多人会说，我聪明，我奋斗，我努力，我争取得来的。这个世界上比你聪明的人多了，比你奋斗努力的人多了，他为什么过得比你惨？易经里面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很多人都理解错了，不是说你这辈子做了好事儿，你就得到了回报，而是说你这辈子做了好事，你的下一代，甚至你下一代的下一代得到好报了，这个才叫余庆。所以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你今天每多一分的财富，每多一分的智慧，都是跟你祖上有关的。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在哪儿，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，只有根深了，才能枝繁叶茂。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福德深厚的人，接下来的影片我建议你耐心看完，必会影响你接下来的人生。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的聆听。老话说相由心生，古人认为一个人的相貌往往是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，通过外貌的特征就能推断这个人的性格和富贵等等。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面相。在古代传统的面相学里，通过一个人的面相可以了解他是否有福气。像天庭饱满、地阁方圆、耳垂厚大、眉清目秀等等，都是用来形容有福气的。而尖嘴猴腮、眉短于目、印堂凹陷等等，则是用来形容那些没有福气的人。人的脸就是一张风水图，做过善恶事，都会在脸上的纹路以及气色上表现出来。比如说阴质纹，就是积阴德以后脸上所留下的痕迹。那如果做了缺德事，
色身上也应该会留下痕迹。今天要说的俗语“脸上阴质纹，福气进家门”，阴质纹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？首先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阴质是什么。阴指暗中进行的意思，指是排定的意思。阴质纹又叫阴德纹，也叫做泪堂、龙堂、凤带。阴质的原意为暗中使安定。尚书洪范有云：为天阴质下民，意思就是冥冥之中有定数，暗中有上苍护佑。在古代的面相文化里，如果一个人的品德厚重，那么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脸上会有阴质纹。平时积德行善，到了一定年龄之后，两眼下方的卧蚕部位会生出一些纹路，也有可能在天庭、法令、眉角、印堂等部位显现。这些纹路就是阴质纹。如果出现在眉毛上，那就意味着承蒙祖上印币，是自己的祖辈在积德行善。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德行善的人家自然会福气盈门，同时后世子孙也会受到祖先的印币。一个人做了很多善事，阴质纹方才外露出现。有阴质纹，万事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有上天关照。这些阴德就算用术数都计算不了，因命运已改，不朝原定的坏方向发展了，一直趋向好的一方面前进了。若果你常行善，眼下出现了阴德纹，那恭喜你，这是增福延寿、子贤孙贵之征兆。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，即发不善之心，眼下会发黑下线。发黑下线还是一般的，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尖纹，如针刺眼，此乃克子行孙之兆。明武宗正德初年，安徽有一位商人名叫王善，他已40岁了，还没有孩子。有一位精通风水的算命先生，预言吉凶祸福特别准确。一看见王善，就忧愁地说：“你尚没有儿子。”王善回答：“对呀。”算命先生说：“你不但无子，到了10月，更有大灾厄。”王善很相信那位算命先生的话，急忙赶到苏州整理财物回家。当时正值梅雨季节，河水高涨，不能坐船，他只好暂住在旅馆中。到了晚上，雨停了，他到河滨散步，看见一位少妇投水自尽，他急忙呼叫渔夫说：“谁把这位少妇救起来，我就给他20两金子。”许多渔船竞相拯救，那位少妇才能活命。他照数付钱后，问那位少妇：“你为什么要投河呢？”少妇回答：“我丈夫出去帮人做工，家里养了一头猪，想要偿还租金，昨天把猪卖了，没想到得到假的银子，我怕丈夫责备，又觉得贫苦不堪，所以不想活了。”王善听了很同情他，问那头猪值多少钱，并且加倍救济他。那位少妇回家时，在半路遇到她的丈夫，一边哭泣，一边把事情经过告诉她的丈夫。她的丈夫感到怀疑。太阳下山后，
夫妇俩人就到王善住的地方对峙。王善已经关门睡觉了，丈夫叫妻子叩门。王善问：你是谁？少妇回答：我是投水的夫人，特别来向你致谢。王善很严肃地说：你是少妇，我是顾客，夜晚不宜相见，赶快回去。如果你有意，明天邀你先生一起来。她丈夫的疑惑当场消失，很惶恐地说：我们夫妇同在这里。王善披着衣裳走出户外，忽然听到房子轰然一声。王善惊讶地回头看了一下，床后的土墙因为久雨而倒塌，把床压碎，否则王善就首当其冲了。夫妇赞叹和感谢王善，而后离去。王善回到家乡，又遇到那位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很讶异地说：你满脸阴质纹，一定做了很大的阴德，你不但已经免去灾厄，而且祸福无有限量。后来王善果然连生11子，2个儿子登第，而他也活到98岁才逝世。太上曰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一个人不论是做了亏心事还是善事，脸上都有相应的纹象出现。做了一点亏心事或一点点善事，在脸上不能一下子明显表现出来，但你如果做了大坏事或大善事，多坏事或者多善事，脸上就会现出来，表现做坏事或善事的缺德纹或者阴德纹，主要是在几个地方表现。一、印堂。印堂号命宫，主一生荣枯。人如果做了亏心事，或祖上失德，或前世失德，会有一条悬针纹。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，下克妻儿。我有一个朋友就有此悬针纹，真的是上克父母，下克妻儿。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，很多都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。后来我教他放生行善改过，约3年后，我发现他的悬针纹转角了。他的悬针纹本来是垂直的，后来变弯了，转到一边去了，这叫悬针转角，转厄运为吉祥。他从前总是倒霉，父母妻儿4人，总是转流生病，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，生活上也是百般不如意。而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，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。眼下称为子息宫。阴德宫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性的地方，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，有黄明之光的，是谓有素德，有仙骨，从小就有眼袋，或黑眼圈，或眼袋下陷，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，先天肾虚，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稀弱，不容易生孩子，所以这种要勤修静，清心寡欲，广积阴德，中医都知道。眼下黑暗下陷，是严重的肾亏，肾主精气，精气严重亏损。云何正道？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，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，如隐隐卧蚕的，
因为眼下大吉之色是黄明之色，如蚕之色，故称隐隐卧蚕，广积阴德。做了很多善事的人，眼下会有一众或2重或3重细如丝的细纹，此纹细而有光泽优美，是名阴德纹。一个人行善积福，广利众生，眼下就会出现此纹。如果你经常做善事，眼下出现了阴德纹，那恭喜你，这是增福延寿、子贤孙贵之征兆。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，即发不善之心，眼下会发黑下线。发黑下线还是一般的，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，如针刺眼，此乃克子行孙之兆。3. 脖子光亮，人要得长生不老，青春常驻，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。如果一个人喉轮打开后，不管是100岁还是200岁，脖子都是不显老的。4. 法令纹，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人的德行的纹相，此纹一般中年后才出现。法令入口，名饿死相，又名腾蛇入口。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，但最起码老来孤苦。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，行恶则入口，行善则可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至下巴。这种法令称为寿带。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，不要紧，反省忏悔，常行诸善，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。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纹，后来行善改过后，在原先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一条，名双龙出海，是长寿又富贵的征兆，乃善得福报。5. 延寿毛相，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，不悔不疑，至晚年眉尾会生出3、5条特长的眉毛，此眉名五彩眉，乃德高望重、延年益寿之征兆。右耳内生毛，乃高寿之大吉兆。又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，亦是吉兆。如果中老人头发从头顶百会处向前脱发，从里到外脱发，乃凶兆，德行欠缺之象，当止恶行善，转厄运为吉祥。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得知自己已经通过行善或作恶改变了命运，但篇幅有限，我略说之，以期众人了知命运乃自己所作之善恶因果，天道成父所致，并能勤行诸善，广利众生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从来因果不用忙。因果业力不但会影响一个人的运势，我们的相貌也会被因果业力所影响。为什么说慈眉善目？慈悲的人就会显现善的相，这就是相由心生的道理。所以说一个人的相貌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的福报。佛在《十善业道经》告诉我们，所有众生形色粗鄙，或大或小，皆由自心，种种想念，作身语意，诸不善业，是故随业，各自受报。
一切众生相貌的美丑，都由自心想念和身、口、意三业造作业力变现出来的。善恶总在一念间，美丑也在一念间。老话讲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真的是这样。心不一样，面对一切事物的看法观念就不一样，所以相貌就不一样。心中所想进步，宜就会有所行为，从而种下一个因。当时机因缘成熟，就会结果，这就是因果。所以相貌是福报，里面藏着因果，也是一个人一生善恶的表现。佛说相随心转，现在民间有看相的，有的还比较灵验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，在面相上也就展现出来的。所以瞒不过真正有德行的人，他一看人的相貌，就知道了心里所思所想，断然就能得知这个人的吉凶祸福。所谓成于中而行于外，表里决定一致。表里不一是对我们凡夫说的，有大智慧的人都隐瞒不了。那佛教讲人要修行，就是要从起心动念处修起。既然相随心转，那命就随心转，吉凶祸福都在自己种种想念中。佛家讲，一切众生的相貌是业报身。一个人的恶念很多，所思所想都是贪嗔痴慢，相貌就不好看。若是时时刻刻都是善念，相貌就很端庄，让人看起来很清净，很慈祥。善念也会感召吉祥。正所谓一念善心起，万般福报来；一念恶心生，百万障门开。相貌是心变现的，在我们这个世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心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和自己相同的人。纵使相貌有些类似，也绝不可能完全相同，因为心不同，相随心转。比如说人投胎来到这世间，小孩相貌像父母，这是投胎就有的相貌。为什么会像？是因为来投胎的时候喜欢父母的香，喜欢爸爸多一点，就像爸爸；喜欢妈妈多一点，就像妈妈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女孩像爸爸，大多数男孩像妈妈的原因。随着慢慢长大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所思所想就会对相貌产生变化，这个相貌已就会改变。正所谓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成年后懂事了，心中就有了善恶是非，相貌就随着心在变。有句话讲，女大18变。一个人20岁左右时天生的相貌，但是一个人35岁以后的相貌，就取决于自己的心了。之前如果天天修慈悲心，相貌会愈变愈好；天天邪思邪念，相貌越变越难看。心好相就好，想好命就好。愿大众都能种下善的种子，收获福报的果实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这里，不要着急离开。如果你对行善积德改变命运感兴趣的话，接下来的内容我强烈建议你看到最后。为什么古人都讲积阴德呢？
易经》中说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这里的余庆指的不仅仅是自己，更是后世子孙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过得好不好，我们的先天禀赋、资源条件跟祖上德行的积累有着必然的联系。积德分为两种，一种是阳德，一种是阴德。阳德为自己，阴德为子孙。所以司马光家训中说，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那么什么是阳德呢？就是光明正大的做善事。大家都知道你在做善事，先做个善事，再打个广告，这就叫阳德。阳德享市民，阳德可以给你带来荣誉和名利。但是如果自己的德行配不上这个名，所谓的德不配位，名不副实的话，这种阳德反而会多有其祸。阴德呢，就像耳鸣一样，做了善事只有自己知道，不彰显出来，连自己的孩子、家人都不知道，偷偷地做善事。释迦称之为不住相，老子称之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之。有阴德者，必有阳报；有阴行者，必有昭明。阴德所产生出来的结果，不是在自己身上，而是在后世子孙身上。所以如果想光大后代门庭，那就多做别人看不见的好事。子孙富贵者，祖上必有阴德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很想知道，如何才能积累阴德，得到神明的护佑呢？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道教认为的最积累阴德的10件事。1. 戒杀生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道教注重今生的修行，他要求每一位修行之人要有仁爱慈悲之心。修道者通过各种修行方式，以求达到长生久世的目标。世间万物都有灵性，杀生不但违背自然道德，同时也有损福报。唐高宗时期，有一位大臣名叫娄师德，他非常受高宗皇帝的宠幸，而且对朝廷也有很大贡献。有一天清晨，正在睡梦中的娄师德忽然看到3台星军降临府邸，并对他说，你曾经因为失误错杀了2条人命，你犯下了杀生之罪，要减掉20年的寿命作为惩罚。现在你头上的星光马上就会灭尽了。娄师德一整天的时间都感到精神恍惚，他对下人说，我一生谨慎行事，却误杀了2条人命，星官要减去我20年阳寿。没过多久，娄师德就因此过世了。孝顺父母。民间老话有云，百善孝为先，孝顺父母被认为是人间最大的善。孝道文化是5000年中华文化的精髓。道教认为，积德行善是凡人成为神仙的一个重要的途径，而孝道则是行善之本。欲学仙道之长生，必先修人道之孝行。人道未了，仙道难全。世上没有不孝顺父母的道人，天上也没有不敬老爱老的神仙。孝顺父母自然是一种积累阴德的行为。3. 望语。老君曰，戒望语者，若不闻不见，
非心所了，而向人说，皆为妄语。道祖太上老君告诉我们，不是亲耳所闻、亲眼所见的事情，就不能向别人说，说了就是妄语。妄语不但会使修行之路产生阻碍，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造成不小的影响。古人云防口甚于防川，由此可见妄语的威力。因此戒除妄语也是一种积累阴德的方式。4. 戒偷盗。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许多人逐渐迷失在金钱的信仰中，有时更是会做出偷盗等触犯法律的行为。正所谓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虽然道教也有财神信仰，然而那只是道教希望人们通过努力奋斗去创造财富的一种信仰方式，这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。道教反对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，因此偷盗也是一种有损福报的行为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，除了诗词以外，对玉器也是非常喜爱。他曾经收藏过一块人间美玉，一位叫张弛的官员听闻此事，就跑到苏东坡家中，趁其不备，用一块砚石偷偷换掉了美玉。苏东坡一时之间没有发觉，等他前往黄州的时候，才发现美玉被偷了。大度的苏东坡没有追究此事，但是没过多久，张弛因为官场之事被贬官，流放到台州，郁郁而终。5. 戒邪淫。道教崇尚清净无为，认为邪淫是一种修行的阻碍。在道教典籍《关圣帝君戒淫经》的开篇就写道，淫为万恶之首，孝乃百行之先。王重阳祖师在立教之初就规定，凡人修道先须依此12个字，断酒色财气，攀缘爱念，忧愁思虑。全真教认为世俗的七情五欲是修行路上的障碍，只有除掉它们，才能正道成真。出真10戒也有规定，第4戒者，不得淫邪拜真，毁慢灵气，当守贞操，使无缺犯。道教劝善书《太上感应篇》中说到，见他色美，起心思之。当我们心中萌生了那种邪恶的念头时，应当戒除，不能让它扰乱心神。6. 昆虫草木，犹不可伤。道教崇尚仙道贵生，他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性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道教所追求的道是万物的本源，同时道又存在于万物之内。道教一书有云，一切寒食乃至畜生，果木食者，皆有道性也。宇宙万物与人类是平等的，因此在对待自然界的弱小生命时，应该保持一颗慈悲之心，不能去伤害他们。就以中状元之选，埋蛇降宰相之容。宋朝时期有宋娇和宋祁2位兄弟，他们2人从小就展现出读书的天赋，4书5经无一不精。宋娇和宋祁同时在太学读书，有天路过一位仙风道骨的游方道士，他给兄弟2人相面之后说道，你们都是文曲星下凡，
来年考试肯定会金榜题名，并且弟弟宋其会中得状元。7. 救人之危。济世度人，救人之危是道教修行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，同时也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种体现。道教名家葛洪在所著的《抱朴子》里就有关于修行的开始：欲求长生者，必欲积善立功，慈心于物，恕己及人，人待昆虫，乐人之极，悯人之苦，人之急，救人之穷，手不伤生，口不劝祸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，见人之失如己之失，如此乃为有德，受福于天，所作必成，求仙可济也。修道者想要达到长生久世的目标，首先要积累阴德，而救人之危则是其中的一种。当看到有人遇到危险，如落水、失火等，我们出手相救，这就是一种积累阴德的行为。乱世道士下山救世，盛世道士归隐身山道教，既讲究出世修行，又主张入世度人。当国家或世人出现危难时，道士们毅然选择下山救国救民，更是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行动中去。这也是仙道贵生、无量度人思想的一种体现。8. 练心性。包括修心和练性两方面。有人说修道就是修心，心是用来思考的，从心里发出的念头看不见摸不着，有善有恶，把恶念去掉，只留下善念，就是修心。感应篇里列举的168种恶有8种恶念，见他荣贵愿他流贬，见他富有愿他破散，甘求不遂便生咒恨，见他色美起心思之，负他财物愿他身死，受恩不感念愿不修等。这样的恶念别人虽看不见，但对修道伤害是最大的，应该连根拔除。去恶行善的根本意是去恶念，行善念，不欺暗室，慈心于物，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，见人之失如己之失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。有这样的心才称善人。太上感应篇最后说，夫心起于善，善虽未为，而吉神以随之；或心起于恶，恶虽未为，而凶神以随之。我们修习太上感应篇的目的，就是从起心动念处把握住，无恶念自然无恶言恶行，起善念自然有善言善行。9. 正己化人。做人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行为，以身作则，这样才能去劝化别人存善心，行善事。道教针对修行之人有着诸多的清规戒律，要求他们持戒修行，弃恶从善，修炼三宝。在度化别人之前，首先要正己，自己的品行都有问题，如何去度化别人？太上感应篇里提到的毁人成功，危人自安，减人自益，以恶易好，以私废公，窃人之能，避人之善等行为都要摒弃，这样才能去帮助别人。
10. 日行3善。太上感应篇有云：一日有3善，3年天必降之福。凶人与恶，是恶；行恶，一日有3恶，3年天必降之祸。胡不免而行之？一天之内要做3件善事，那么3年之内必定会天降福报。3善即与善，是善，行善，积累阴德，并不是那些轰轰烈烈之事。生活中一个善意的眼神，一句暖心的话，随手捡起垃圾，这些都是积累阴德的行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一心向善，愿神明护佑你顺遂安康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